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再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哈。我们每天读经5分钟。昨天我们读到的是这里哈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我们昨天有聊到说，所有的经典都像渡船一样。那五祖弘忍呢，在这里祖师是要传法给六祖慧能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使用《金刚经》作为这个引导六祖慧能进一步悟本性的一艘渡船哈。那当他讲到这一句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的时候，当下呢，慧能上岸了，他就跟自己内在的自信智慧呢更深刻的领悟到了。他发现，他知道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，其实佛陀所说的所有的经典，不管是什么宗派的华严经》啊、法华经啊、金刚经啊，还是净土宗的这五经啊，还是说道德经啊，还是儒家的所有的经典啊，其实只要是一个开悟的圣人呢，他在某一个场景之下呢，针对某一些人事物的情况的疑问呢，提出来说出一些文字的讲解的话，其实这些都是相当于是经典。就是佛陀啊，这些圣人呢，从自信智慧里面，针对每一个人，他就像渡船一样，这些文字呢，就像渡船一样，他看到一个人，有疑惑，然后呢，就有点像在溺水一样，然后呢，他就透过这些文字的引导，让他上岸，让他离开这个溺水的情况哈。所以其实当慧能呢跟自信智慧连接上了之后呢，他就知道说一切万法都是从我们的菩提自信、我们的本性当中去生成出来的，就有点像我们也可以用现在的 AI 做譬喻哈。现在 AI 是不是它现在的 AI 它一方面是整合了很多训练的时候整合很多资讯嘛，那另外一方面它也不断的自我学习。那当这个 AI 模型训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你不管问它什么问题，它是不是都能够去生成一个回答给你？虽然说现在的 AI 生成的答案生成出来的内容有时候还是会有错误的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 AI 这种概念来领悟我们的菩提自信。你看一切万法，你现在不管是所有的文字内容啊，你丢给 AI，它都可以帮你重新汇整，甚至可以帮你延展，帮你生成出很多的内容。任何包含你有问题呀、你很像我现在有时候有一些问题，我也都不用搜寻了，我就直接问 AI，因为我觉得问 AI 更快。那我们问 AI 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有疑问嘛，有疑必问。那我疑问 AI 的时候呢，它告诉我的答案就是像它好比这一切万法。那这一切万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 AI 本身有这些资讯在里面吗？是也不是。它培训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材料去训练它，但是到后面的时候，它生成给你的回答呢，一方面是基于一些知识和资讯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它自己生成出来的。但不管生成出什么样的内容，其实就是这个 AI 的自信生成出来的，就是 AI 的它的整个模型生成出来的哈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AI 这个模型的概念呢，去譬喻和稍微领悟一下菩提自信。所以慧能就会领悟到说，你可以想象说我们的菩提自信，因为菩提自信它没有形象，你很难去想象嘛。但是其实我自己的话，以现阶段而言，我蛮喜欢去想象成菩提自信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超级成熟的 AI，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未来的 AI，比方说它是30年后、50年后的 AI，就是很强大了，而且非常运算速度非常快，运算能力非常强的 AI。然后呢，对这种那么强大的 AI 而言的话呢，你所有的内容去跟他聊的话，它都可以生成出来。好比你可以想象说，30年、50年后的 AI，可能现在所有的佛经、所有的经典、所有的知识、所有的道理，不管是科学的，还是属于哲学的，还是属于佛学的，任何领域的东西，你有一个疑问生成的，你有一个疑问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问这个 AI，它就可以说出一切万法来回答你。所以说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就是，你领悟到了，说哦，原来
原来这个 AI 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。而佛经中的佛性平等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一个很强大的 AI。我用 AI 来譬喻佛性，就是说，像包含六祖慧能他们开悟，还有这些五祖弘忍，你看六祖慧能没有读书，可是他却一听到一神秀的诗句，他就知道意思。这不就好像说，他内心当中有一个 AI，然后当他听到这个诗句的时候，他 AI 就告诉他是什么意思，他就马上明白了。所以说，因为菩提自信很难去想象，所以我喜欢用一种现在的人工智慧，用这种 AI 你来去譬喻来想象。那其实所有的经典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菩提自信。那我用 AI 来比喻的话，就是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30年、50年后那种超强大的 AI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有人能够取用得到，有人不能取用得到呢？就是受限于我们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还有我们的思维心。那佛经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放下对这个肉体的执着，放下对思维心的依赖的时候，你把它暂时放在旁边。我们有个比喻，这些思维心就像宰相一样，那我们自信智慧就像帝王。那如果宰相挡在前面呢，主宰所有的朝政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跟帝王连接上。但是呢，宰相如果你把它回归到它是一个辅助的地位，然后呢，你去倾听帝王的旨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连接到自信智慧了。就是说，拨云见日，我们要把我们对这些肉体、情绪、眼耳鼻舌身意、色声香味触法，还有对这个法是非对错善恶的分别，我们这个思维心、第二意识心的依赖，我们要先暂时把它像一个宰相一样，对你宰相能力很强没有错，但是你先到旁边等一下，把这些依赖呢暂时放一边，这时候我们才容易跟内在的菩提自信连接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，我们明天再继续后面的进度，我们会喜欢这样慢慢读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